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人们对钧窑釉色的描述。钧窑是五大名窑之一，是对钧窑地位的肯定。然而近些年呢，神坛之上的钧窑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执，其焦点主要是围绕着钧官窑或者官钧所创烧的年代问题展开，分别出现了北宋说、元代说、元末明初说和明初说等。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说呢？纵观历史，钧窑实际上经历了从默默无闻的钧儒不分时期，到取得五大名窑之一的神坛地位，再到开始走下神坛的危机。我大概叙述一下过程，相信了解了这个过程以后，您在收藏时如果再遇到钧窑器物，一定会心中有数了。钧窑成名很晚，在漫长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呢，默默无闻，只是产于北方的青瓷的一种。虽然它和汝窑的关系很近，但和汝窑的地位相比呢，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很长的时间内是钧汝不分的。明代之前，人们只知道有汝，不知道有钧。查遍宋代和元代的记录，看不到钧窑的踪迹。明代早期的文献中也见不到钧窑的记载，比如详细记载了各个窑口，成书于洪武年间曹昭的《革古窑论》《古窑器论》中列举了柴、汝、官、哥、定、建窑等等，甚至包括高丽瓷和大石窑，但就是不见钧窑。如果此时钧窑已经大名鼎鼎，成为文人时尚之物，没有道理独独舍弃钧窑避而不谈。明代提到钧窑瓷器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一部伪书《宣德鼎遗谱》。该书中提到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第一次正式讲到钧窑的大名。既然知道是伪书，之所以还不断有人引用，是因为它作为的年代比较久，确实可以到明代，但成熟的时间呢，众说纷纭。最早说是宣德时期，又有正德、嘉靖、万历的说法。最近呢，又有人提出天启说，时间是越来越晚。但有一点我注意到，原中使用的是平均的均字，而不是金属边的均，可能是为了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因此宣德鼎遗谱的成书年代，我倾向认为应该是在万历以后。但不管怎样，还都是在明代的范围之内，因此呢，许多学者还是不断的拿来引用。实际上，所谓五大名窑也是在宣德鼎遗谱中首次提出的。我能够查到的文人对于钧窑最早的记述是生活于明代的成化、弘治时期的宋许，在其《宋氏家规部》卷4中对钧窑有一个简单的描述：钧州窑，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指深厚。从其技术的顺序把钧窑排列在各窑之后，可以看出钧窑在那个时候的地位呢，还是比较卑微的。但是翻阅明代的许多文献，就会发现大家似乎对于钧窑所属的年代呢，讳莫如深，无人说明。唯有一本图录引起了我的关注，其作者呢，据说是项元汴，一位在书画收藏领域地位显赫的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生于嘉靖4年，活跃于嘉靖、万历时期，在世时家底殷实，名气很大，但对做官没有兴趣。神宗朱翊钧闻其名，特赐玺书征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他编过一本中国最早的陶瓷图录《历代名瓷图谱》，被称为著录窑器图录之始。书中列录了项氏平生所见所藏的宋元明铸器83件名瓷，并为之汇录图解。其中有提到4件钧窑，比如一件宋钧窑双凤小尊，它的说明如下：此尊不知仿何款制，或自创耳，然制度亦典雅耳闻，绝非俗工可辨，必名流所作也。夫钧窑之器在宋铸窑之下，
而此尊是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汝、歌、定诸器并驾齐驱也。尊足下有5字为号数，可证为钧窑器，无讹矣。今信为鱼所藏。我核实了一下，有明一代校园辨识的历代名词图谱是唯一讲明军代产于宋代的文献。钧窑的名字开始比较频繁的出现是到了明代的中晚期，我认为和此时期的文人生活方式相关。一般来讲，一个时代进入中晚期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文人的生活方式，会由简朴到奢华，由简单度日到追求生活品味的转变。明代晚期文人和达官显贵们的生活体现出来的正是如此。万历野活编记载，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后妇者以至园庭，教歌舞之戏，兼及古玩。就是说，嘉靖的时期，太平盛世，文人士大夫中的后妇者，也就是财富殷实的大户，流行建造园林、歌舞聚会以及雅集鉴赏古玩书画，以体现出超凡脱俗的优雅生活品味。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相应的能够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的实用、装饰和陈设器物。对比现在传世器物中的钧窑器物，大多是既实用又可用于装饰的花器和文房，造型典雅规整，做工精美细致。想象一下，在明代文人和达官显贵的亭台楼榭之间，书房雅座之内点缀着这些色彩斑斓的钧窑器物，是何等的和谐。官军或许正是当时这些闲雅好古之士赏玩之物，也不无可能。从明代晚期的绘画上面，这种点缀随处可见。从清代开始，钧窑势力从默默无闻当中走出，而且地位不断的窜升，有登临宋代民谣神坛地位的趋势。康熙朝著名的御用文人，曾任礼部侍郎，经常出入南书房的高士奇、高江村，有一次在一个禅宗寺庙里偶然看到了一只钧窑双耳瓶，认定是历经兵险幸存下来的宣和内府的宝物，非常的喜欢。结果呢，寺庙的老僧人呢就把瓶子送给了他。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酬苍林送钧窑瓶歌》，我摘取其中几句：僧寮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粼粼。一载均州旧时造，几经兵险犹顽行。参公为言出内府，乱离仪器等尘土。此处的内府指的就是宣和内府，就是认定钧窑为宣和内府的器物。清代的文艺皇帝雍正是把钧窑推向神坛的主推手之一。他在追慕宋代清淡雅素器物的同时，偏听偏信明代人口中传下来的千变万化的钧窑的玫瑰紫、海棠红的迷人色调，与雍正7年通过督陶官唐英派吴尧甫至河南调查钧窑釉料的配置方法，不但仿制了惟妙惟肖的钧窑作品，而且因此创烧了一个在色彩上比钧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品种窑变釉。然而乾隆皇帝身为皇帝，同时也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大收藏家，他对钧窑的认知很有意思，但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大英博物馆展览的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只汝窑碗，曾经为清宫旧藏，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碗内有刻于乾隆丙午年1786年的御题诗：钧窑都出修内司，至今盘多碗兼制。内府藏盘数近百，碗则陈星见1、2。何物不可穷其理，碗大难藏盘小异。与斯亦当知俱载，愈大愈难守其器。后面只有乾隆丙午御题字样，另外有彼得朗润2枚印章。诗的意思就是说，钧窑器皆生产于修内司，盘子存世比较多，宫廷内保存有近100件，碗呢比较少。料若陈星，大概因为碗大比较难以保存，
盘子小，不容易损坏。显然，大收藏家乾隆呢，在此至少犯了2个错误。第一是错把写钧窑的诗刻到了汝窑的器物上面，这个我可以用他那个时候呢钧汝不分来解释。第二是错把钧窑的产地划给了南宋杭州修理司官窑的地盘上，这个呢我不好解释。钧汝不分尚可，但南北不分就非常令人费解。还有一件情况正好相反，是乾隆皇帝呢把赞美汝窑的诗刻在了钧窑器物的上面。这件器物呢收藏在台北故宫，是一件钧窑天青釉瓷斑如意枕，底部平坦扩大，可能因此呢被乾隆大帝看中，欣然于底部镌刻御题诗一首，不过却是赞美汝窑的永汝窑瓷枕。汝州见青窑，真学才州事，才已不可得，汝尚逢1、2。是枕由北宋，器形萧如意，色具君子德，醉面盎与备。阔肯虽不无，木然以古贵。今此设如兹，缴获在所弃。贵管见今，人情率若是。然思亦有说，鲁论是其意。大德不遇闲，小德可出入。色润玛瑙釉，象敏烟火气。通灵庞孔透，疑神平底质。我自萧衣人，几曾此安寐。诗的末尾属乾隆丙申秋御题，并落有彼得和朗润2枚前印。意思说呢，汝州学习周世宗才窑的样子呢，建窑烧造青窑器，即指宋徽宗的汝窑。才窑呢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了，汝窑呢还能够得其1、2。这件如意形的瓷枕呢，像是北宋的，颜色具备君子的品德。在此处呢，它用典就是君子彼得与玉这个说法。虽然品相上有些毛病，但面对古人肃然起敬。如果是今天的器物呢，有品相的毛病，即所谓的缴获，便会被舍弃。贵管见今，人情世故大概如此。鲁论指的是鲁国人孔子的论语。论语的原话是呢，大德不遇闲，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指的就是伦理纲常伦理方面的节操，不能逾矩。小德指日常生活作风，礼貌啊、仪表、接人待物、言语等等，有些出入是可以接受的。御题诗显示乾隆错把钧窑当汝窑，很多人认为呢，乾隆既是皇帝又是收藏家，分不清钧窑和汝窑，眼拙如此，令人感叹。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钧窑5大名窑之一地位的取得，是在乾隆身后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乾隆身在龙位之时，钧窑在乾隆眼里的地位恐怕和后人想象的有很大差距。在清宫中，这类所谓的钧窑官钧瓷器，全部都是用来当作花器之用。许多器物底部都有清宫后加款，但全部都是垫作款，只是记录当时摆放的地点而已。想想乾隆在汝窑、官窑、哥窑和定窑器物之上的刻款，以及精心陈设摆放的位置来看，乾隆很可能看待钧窑只不过是属于青瓷中色彩斑斓的另类而已。叶志明老师呢，1998年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访问，看到过一件和台北故宫钧窑瓷枕同一个类型的瓷枕，造型和釉色如出一辙，底足镂胎，土芝麻酱糊胎釉，显古铜色，边缘轮廓呢也有褐色出金，颇似官窑的紫口铁足。枕面以铜红书写一个枕字，看起来古意盎然。据叶老师讲，这件瓷枕应该不是禹县钧台或神后主要钧窑产区的产品，应该是临汝窑的制品。依据是他当年曾经在临汝窑址采集到钧釉红字残片，和这件瓷枕颇为相似。果真如此呢？乾隆皇帝在一件临汝窑产的瓷枕上御题汝窑的诗，似乎也无可厚非。其实呢，还是老年间的说法，君汝不分。乾隆以后，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呢，主流的玩家和学者呢似乎达成了共识，沿袭了钧窑
属于宋代的说法，并且往往以集大成的方式呢，对前人的说法加以总结。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呢，就是让钧窑进入了第一梯队，与汝官、哥定并驾齐驱。清末纪元叟传陶雅卷上曰：古窑之传与今世者，在宋曰钧，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鉴，曰元之子幼，曰明之季弘。钧窑呢，被摆在了首屈一指的位置。民国初年的许志恒传《引流哉说辞》概说第一呢，里面有讲，五华之词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才、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也给了钧窑很高的评价。钧窑五大名窑之一，已见雏形。然而自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以来，首先是来自海外，然后是国内的学者呼应，对钧窑尤其是官钧窑的年代呢，发出质疑的声音。比如说中国的古陶瓷之父陈万里呢，在经过了田野考察之后，就曾经认为钧窑是继汝窑衰落之后，在金代崛起的后起之秀。更有人认为呢，钧窑应该是元代以后的窑口。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也找不到传世钧窑，尤其是钧官窑的产地证明，没有相应的窑口发现，对钧窑的认知呢是猜测大于实证。为了搞清楚钧窑的来龙去脉，1964年的3月，故宫博物院呢就曾经特别派遣冯先明先生、叶志明先生、方国锦先生、杜乃松先生呢赴河南的禹县、临汝县、夹县等地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1964年的10月，河南省禹县自己的一个钧窑史考察组呢，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附近呢，收集到了一些和北京故宫传世钧窑一样的瓷片标本。到北京找到了国家手工业管理总局工艺美术处的杨宗安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孙英洲先生以及冯先明先生，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杨宗荣先生、沈从文先生等等。这几个人看到了这些瓷片之后，非常的激动，认为故宫博物院的传世钧窑呢的老家终于找到了。沈从文先生呢，并且推测呢，钧窑产品应该与宋徽宗的花石纲和艮岳有关。钧台窑的发现意义重大，接下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也确实很有收获，但也最终招致更大的争议。1974年到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县的八卦洞及钧台的古瓷窑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了一批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多种色调的盆、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底部均刻有由1到10的数目字。出土的标本中呢，由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的底部刻有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凤华字样的器皿。更为重要的是，在该遗址发现了有用钧瓷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其上还滴有一滴钧釉，经化验呢，与钧瓷产品的釉完全相同。这些证据在当时成为证明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的初期，盛烧于北宋的中晚期，禹州古钧台窑为宋钧官窑的实锤证据。但这些证据后来都纷纷被指出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宣和元宝钱范的图片，在赵青云先生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首次公布。大家惊讶地发现，钱范背面竟抹印着崇宁2年的字样。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公元1102年到1106年的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2年的钱范，其前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1年后才启用的宣和。因此呢，钧瓷北宋说的观点呢，缺乏论据支撑。另外，1974年发掘结果认为，钧窑烧造于北宋的第二个证据是瓷片样品上有凤华铭文，
而且此发现还被多部学术著作确认，比如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汪清正先生撰写的《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待明定瓷》，都提到了这个重大的发现。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正式公布此一重大发现的实物图片。据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讲呢，窑址出土这种标本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窑址出土，那就意味着铭文是烧之前刻上去的。凤华为宫殿之名当无疑问，但问题是北宋宫廷建筑中呢就没有凤华殿或者凤华宫。在君台窑的西区原来是个制药厂，2004年准备建设古君花园，结果再次有了对后来钧窑研究影响重大的考古发现。在这个新的发掘区出土了初级尊、古丁洗、花盆、钧瓷盘、青瓷碗、孔雀蓝釉古丁洗碗等等。同时呢，有一些很另类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孔雀蓝釉的陈设类器物标本，如古丁洗花盆等，白釉花口初级尊标本、酱釉花盆标本、钧釉方形壶嘴、陶形壶器物标本、钧釉大罐标本等等。这次出土的钧釉器物整体上做工比较粗糙，胎体比较厚重，釉水流淌明显，与1974年出土的器物的品质呢不可同日而语。一些机构根据2004年的发掘标本，对官军创烧于宋代的说法呢提出异议。2005年上海博物馆呢对2004年发掘的标本做了前期量饱和指数法的测定，并公布了应用数据，认为呢官军瓷器的年代呢属于14世纪的后期。这个数据呢支持了元末明初的说法。2006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以商业的方式征集到了一批2004年河南君台窑遗址流散的钧瓷标本。根据这些标本，他们出版了专著《官军研究瓷器报告》，全面否定了官军烧造于北宋的传统观点，正式提出官军烧造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论点。他们否定钧窑北宋说的依据最重要的有2点。一是认为所谓钧窑位列宋代5大名窑的说法，只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一谱的演绎，以讹传讹。第二，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前范是伪品，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而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明代说的主要依据是2004年的标本中的方流鸡心扁壶、初级尊等典型的器物与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珐琅器形制特征相同。标本中的孔雀蓝釉、茄皮子釉等皆为明代所出现。实际上呢，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结论呢也存在严重的硬伤。首先呢，它取得样品的方式呢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在考古发掘中，购买样品、采集样品和发掘样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考古的价值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地层关系、出土先后对结果呢都可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呢保存方式、时间等也会影响到后期的科学测试。相对而言呢，随意裁剪的样品可信度要大打折扣。再则，被深圳考古鉴定所视为重要物证的方流鸡心釜壶，其标本来源不可靠，无法搞清楚标本是哪一个文化层出土的，由此而触类旁通式的判断官军与宋代无关，很难令人信服。1974年和2004年同一个地点2次不同的发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于学术界和收藏界呢，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美国哈佛大学的钧窑收藏呢非常丰富，其中不乏数字官军的器物。我刚刚呢再次核实过，他们已经把数字官军的器物呢现在标准的年份为大约15世纪。拍卖市场上呢，香港的佳士得、斯福比等等呢，他们已经把数字官军的器物呢标明是明代钧瓷。但有研究者对1974年和2004年的发掘标本做了一些比较，认为2004年的标本与1974年的标本
明显不同。第一，1974年军台窑中心区的发掘区，因为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地层状况并没有搞清楚，加上后来的破坏，就更加一头雾水。冯先明先生曾经说过，遗憾的是呢，当时脉络没有搞清楚。2004年发掘时情况更严重，文化层已经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瓷片样品，其考古价值大打折扣。第二是两次发掘出土的标本填埋的方式不同。1974年的发掘为数个小坑集中填埋，且在同一个坑里没有日常用器。2004年的发掘为同一大坑填埋，伴有大量的日常用器物。不同的填埋方式可能说明器物既不是相同时期，也不是同类性质。第三是制作工艺和器物品质决然不同。1974年发掘的器物比例适中，口径大小、器物高低、口沿制作、骨钉厚薄、足的宽窄肥厚、底码数字刻制等均精工细作，整体看上去非官窑莫属。2004年的发掘报告，形大者如骨钉洗初几尊，口径或超过30公分，形小者只有15公分左右。骨钉洗口沿、双线及骨钉大小随器物大小的比例差别不大，骨钉高度凸起，近乎球形，足窄而薄，底码字基本刻于足的内侧，且用笔潦草随意。更有甚者，圈足浅而薄厚不均，无刻数码字，胎质粗厚，釉水流淌明显，显然属于管理松散、控制把关懈怠之下粗制滥造的缴获。其实这类粗制滥造的钧窑，民国初年的许志恒已经发现。他在《引流斋说辞》中把精细的和比较粗的分别归属为宋代和元代。在《说窑第二》中呢，他说钧窑与元瓷折意相混，然实有大别也。钧釉厚而匀，元瓷厚而垂。钧之胎釉皆细，元之胎釉皆粗。钧之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浑然一律；元瓷之釉浓处有时或起条纹，浅处有时仍见水浪。钧窑之天青色者，世人忽为月白，盖仿柴窑雨过天晴也。结合许志恒的见解呢，对比考古发掘，应该对我们认知钧窑所属的年代呢有很大的帮助。最后一点就是1974年的样品和2004年的样品呢，制釉工艺不同。1974年出土的器物没有孔雀蓝、酱釉、白釉等釉色。2004年出土的器物中呢，除少量的白釉、酱釉外，大量的孔雀蓝釉出现，这在钧窑中几乎是最大的变异。孔雀蓝釉无论是陈设器和实用器，都与归为雅丽的窑变官钧极不相符。综上所述，按照现在所能够得到的证据，我个人认为，对现在关于钧窑的所有说法，宋代说、金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还没有办法对任何一种说法加以100%的确认。要彻底搞清楚钧窑的前世今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